在1997年的一个普通夜晚，一部名为《神奇宝贝》的日本电视动画，在无数家庭的电视机前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儿童观看。然而，没人预料到，这一夜将永久载入电视历史，成为数字时代一个令人震惊的转折点。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为3D 龙事件或 Porygon 事件，因为它涉及到动画中一个特定的3D 动画角色 Porygon。在那个时代，电视和动画是儿童娱乐的主流形式，但在12月16日那晚，一切都改变了。神奇宝贝这集名为电脑战士 Porygon 展现了一场充满高强度闪烁效果的虚拟战斗。这些效果，尤其是一段使用了大量红蓝闪烁光效的场景，导致685名儿童出现了类似癫痫发作的症状，包括眼痛、头痛、恶心和视觉干扰。这一现象立即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和担忧，成为了对现代电视文化和儿童健康影响的重要案例研究。这件事不仅仅引发了对电视节目内容安全的广泛讨论，更加深了人们对数字媒体对儿童健康影响的关注。神奇宝贝作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儿童节目之一，其影响力不言而喻，但这起事件却给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电视台、制作人员甚至动画师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批评，家长和监管机构开始质疑，我们该如何保护儿童免受不适当内容的伤害？电视节目又该如何平衡创意与安全？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媒体时代的一个重要转变。神奇宝贝的制作团队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创作过程，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同时，这也促进了更广泛的社会对话，关于媒体内容的责任和儿童观众的保护。这一事件也推动了动画制作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在色彩使用和屏幕闪烁效果的控制上。许多动画和电视节目开始采用更加温和和审慎的视觉效果，以避免触发类似的健康问题。但这个事件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它还激发了对电视媒体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开始探索电视内容如何影响儿童的情绪、认知发展和行为模式。这些研究不仅对电视节目制作有重要指导意义，也为家长提供了关于儿童媒体消费的重要参考。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继第一段深入探讨神奇宝贝与3D 龙事件的背景和影响后，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这一事件对当代媒体文化的更广泛意义。这一事件不仅是一个关于电视节目安全的教训，它还引发了关于数字媒体在现代社会中作用的深刻反思。首先，这个事件标志着媒体内容制作中责任与伦理的重要性。制作团队在创作追求视觉震撼和吸引力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内容对不同观众群体，特别是儿童这一易受影响群体的潜在影响。因此，神奇宝贝的案例成为了全球媒体产业的一个警钟，提醒制作人员在追求艺术表现和观众吸引力的同时，也需要对社会和观众负责。此外，这一事件还引起了公众对媒体监管政策的关注和讨论。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审视和加强对儿童节目内容的监管，确保媒体内容的安全性和适宜性。这包括对动画和电视节目中使用的视觉效果进行更严格的检查，以及制定更明确的指导原则来保护年轻观众。同时，这一事件也激发了科技和艺术界对创新解决方案的探索。动画制作技术经历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在如何安全、有效地使用颜色和光效上。这不仅促进了动画艺术的发展，也提高了整个行业的安全标准。此外，这一事件也推动了对儿童适宜内容的研究，包括如何设计能够促进儿童正面发展的节目。然而，3D 龙事件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它还引起了人们对于媒体内容与儿童心理、行为影响的关注。研究者开始探讨电视和动画内容如何影响儿童的情感认知发展，以及这些影响如何在长期内影响儿童的行为和态度。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它们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指导儿童在数字时代的成长。此外，这个事件还促使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更加关注与儿童媒体消费相关的教育。
家长开始更加意识到监管儿童的媒体接触和理解媒体内容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是多么重要。教育者也开始探索如何有效地利用媒体作为教学工具，同时确保内容的适宜性和教育价值。最后，这一事件也是数字媒体时代全球化影响的一个例证。神奇宝贝作为一部全球性流行的动画，其在日本发生的这一事件迅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表明，在数字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媒体内容和相关事件能够迅速跨越国界，影响全球范围内的观众。因此，全球媒体制作人员和监管机构需要共同努力，确保全球观众，特别是儿童观众的福祉。综上所述，3D 龙事件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神奇宝贝的故事，它是关于媒体、技术、责任以及我们如何在数字化世界中保护最脆弱群体的故事。它提醒我们，作为内容创造者、监管者、家长或教育者，我们都有责任确保媒体环境的健康和安全。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确保媒体不仅为我们提供娱乐和教育，还能够在保护儿童健康和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深入探讨了神奇宝贝3D 龙事件及其对媒体、监管和教育界的影响之后，我们还需考虑这一事件在更广泛社会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及启示。这个事件不仅改变了媒体产业的运作方式，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关于技术、伦理和社会责任的重要讨论。首先，3D 龙事件凸显了在快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媒体制作与伦理标准之间的紧张关系。随着技术的进步，制作人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力来创造引人入胜的视觉效果。然而，这一事件提醒我们，随着这些能力的增长，也必须增强对潜在影响的认识和责任感。在追求视觉创新和观众吸引力的同时，制作者需要更加关注内容对不同观众群体，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影响。其次，这一事件也促使社会各界重新思考媒体内容的全球化影响。神奇宝贝作为一部全球性流行的动画，其在日本的这一事件迅速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关注。这表明，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的媒体事件可以迅速成为全球性话题，引发跨国界的讨论和响应。因此，全球媒体制作者和监管者需要考虑到他们的作品可能在世界各地产生的影响，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此外，3D 龙事件还激发了对媒体文化多样性的讨论。这一事件凸显了不同文化背景下观众对媒体内容的不同感知和反应。因此，制作人员在创作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内容时，需要考虑到文化差异，确保他们的作品既有普遍吸引力，又能尊重和适应不同文化的特点和需求。同时，这一事件也反映出媒体在塑造公众意识和行为方面的强大力量。神奇宝贝的这一事件不仅影响了直接观看的观众，还影响了广泛的公众对媒体内容安全性的看法。这表明媒体内容不仅可以娱乐和教育观众，还能对社会意识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媒体制作人员和监管者需要认识到，他们的工作不仅是艺术创作，也是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活动。最后，3D 龙事件对于未来媒体发展的启示不可忽视，它促使媒体行业反思如何在追求创新和观众吸引力的同时，确保内容的安全性和道德责任。这包括了解新技术的潜在影响，建立有效的内容监管机制，以及培养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媒体素养。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加健康、负责任且多元化的媒体环境，不仅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娱乐和教育内容，还能够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和文化多样性。综上所述，3D 龙事件不仅是一个关于特定电视节目的故事，它还是关于技术、伦理、社会责任以及我们如何在数字化时代共同生活的故事。通过反思这一事件及其影响，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并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健康、安全、多元化的媒体环境。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在回顾了神奇宝贝3D 龙事件及其对媒体行业、社会文化和全球化的深远影响之后，我们必须思考这一事件如何塑造了我们对未来媒体和技术的期待和挑战。这最后一段将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持久影响进行深入的总结。
并探讨我们如何能够从中吸取教训，为创造一个更加负责任和富有洞察力的媒体环境而努力。首先，3D 龙事件对媒体内容创作的伦理标准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一事件教会我们，随着技术的进步，创作媒体内容的方式将不断发展和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责任，确保内容的安全性和道德性。对制作人员来说，这意味着在追求艺术表达和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必须深入考虑他们的作品可能对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和易感观众的影响。其次，这一事件强化了对观众媒体素养的重视。在数字时代，观众接触各种各样的媒体内容，他们需要具备分辨和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这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家长、教育者和媒体制作人员都需要共同努力，培养年轻一代的媒体素养，使他们能够理解和批判性地接受媒体内容。此外，3D 龙事件也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对跨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需求。随着媒体内容越来越多地跨越国界，制作者和观众都需要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和理解。这不仅涉及到内容的创作和呈现，也涉及到全球观众的接受和反应。通过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欣赏和尊重全球范围内的多样性。最后，3D 龙事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技术、伦理和社会责任相结合的重要案例。在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将面临更多类似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既能促进创新，又能确保社会责任的系统。这涉及到政策制定、行业标准、教育和公众意识的提高。只有通过这种全方位的努力，我们才能确保媒体和技术的发展既服务于人类的创新和娱乐需求，又保护和促进我们的社会福祉。总之，3D 龙事件是一个关于技术、伦理和社会责任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故事。它提醒我们，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数字时代，我们必须不断地审视和调整我们的行为和标准，通过从这些事件中吸取教训，并积极地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健康、包容和负责任的媒体环境，为所有人提供丰富而安全的数字体验。3D 龙事件不仅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未来媒体和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参考点。